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千田竹哉先生所著的《孤独时路才会开拓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孤独能让您不可思议地拥有更多时间和金钱；第二，孤独使您的人生迅速开始改变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孤独能让您不可思议地拥有更多时间和金钱。大家想必都希望拥有更多的金钱和时间吧？现实中，有许多人苦恼于没有钱和没有时间，而解决这些烦恼的最佳方法，就是主动选择孤独。听起来简单，但背后有深刻的道理。最直观的例子就是聚会，比如在居酒屋与同事小酌几杯，工作结束后稍作放松。单次的费用或许不多，但积少成多后，绝不是一笔小数目。作者建议，与其把钱花在聚会上，不如将这些钱用于购买书籍。他在20多岁时就意识到，要尽量减少聚会的开销，把这些钱投资到阅读上。当然，出于情感维系或职场需要，偶尔参加一些聚会是必要的，但关键是降低聚会出席率，逐渐让周围人习惯您不常参加的形象。例如，您可以在参加了一次聚会后，礼貌地婉拒下一次，理由可以是身体不太舒服，想早点休息。这样一来，别人也不会再强行邀请您。重要的是，让人给您贴上他不太喜欢聚会的标签，保持大约30%的出席率。这样在他人眼中，您就是一个不爱热闹，但偶尔也会参加聚会的人。这样既不会让人觉得您过于冷漠，也不会在无意义的社交上耗费时间和金钱。当您看到周围的同事第二天顶着睡眠不足的脸抱怨说，昨天喝到凌晨2点，只能自掏腰包打车回家时，如果您能够想，我昨晚回家度过了充实的阅读时间，或者投入在提升自己技能的高质量时间里，那种仿佛只有自己搭上了秘密特快列车般的满足感，是难以形容的。拒绝参加聚会，回家阅读或独自磨练技能，不仅节省了金钱和时间，还能实现自我成长。这是一种最强大的投资方式。大家不妨尝试将聚会出席率控制在30%左右吧。正如许多成功学书籍所提到的，想要存钱，首先要做的是控制支出，而不是一味追求增加收入。不管您的收入有多高，如果毫无节制的花钱，根本存不下钱。听到这里，大家不妨思考一下自己目前的存款情况。您真的能存下钱吗？如果不能，那很可能是因为您在人际交往或公司中，为了面子而过度消费了。比如，莫名其妙的每周都去参加饮酒聚会，每年都和朋友去海外旅行，或者随意购买名牌手表和饰品来炫耀。这些莫名其妙的行为累积起来，导致了惊人的浪费，也让您的账户余额所剩无几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人一旦群体化，就很容易浪费金钱。反之，选择孤独，可以大大减少参加聚会的费用，也能避免为了虚荣而产生的无谓支出。此外，正如现在所说的个人的时代，尤其是在内容创作领域，财富更容易集中在个人身上，而非集体。举个例子，20世纪以前畅销的商业书籍，作者通常都是有一定组织背景或地位的人。但到了21世纪，即便是没有归属组织、没有社会地位的人，也能够成为成功的作者。这是因为互联网的普及，让任何人都能自由自在地发布内容。网络 YouTube 等平台就是典型代表。如今有许多人独自制作内容，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提供有趣的作品，获得广泛的评价和认可。而这些由个人创作的内容带来的收益，基本上都归个人所有。相较于团队合作，独自创作反而更能赚到钱。在这样的时代里，您孤独且专注创作的内容，已经可以被传播到全世界。现在是属于个人的时代，而非集体的时代。个人可以独立完成一切，个人也能够独立赚钱。随着个人影响力的不断增强，我们没有时间再与他人群聚，
而是应该选择孤独，磨练自己的才能，努力成为能够独立发挥个人影响力的人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孤独使您的人生迅速开始改变。许多人因为人际关系的烦恼而度过一生。如果您选择孤独，不仅可以摆脱人际关系的困扰，还能拥有更多的时间。现代社会充满压力，许多人每天都在烦恼中度过。但仔细想想，您的烦恼大部分是否都来自于人际关系？即便是看似与人际关系无关的心理压力或精神状态不佳，背后往往也隐藏着人际关系的问题。从懂事起到临终前，我们几乎一生都在为人际关系而苦恼。许多人的人生就是在这些烦恼中落幕。如果您现在的人际关系烦恼能够消失，您的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？试着想象一下吧。当然，您可能会反驳，说得轻松，但要消除人际关系的烦恼根本不可能。没错，我们生活在社会中，不得不与他人打交道，因此完全消除人际关系的烦恼确实不现实。但我们可以将其减轻到1/10%，甚至1%。简单来说，构建一个尽量少与人接触的环境，减少属于群体的时间就可以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让自己变得孤独。请试着减少与群体相处的时间，只和您真正觉得重要的人共度时光。这样一来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您将拥有大量的时间，并且从人际关系的困扰中解放出来。当您变得孤独时，你会亲身感受到自己的人生开始迅速前进。也许直到现在，您一直和相似的人群聚集，或者因为工作关系，不得不与那些您并不想接触的人相处。但现在，您可以结束这种关系，勇敢地跳出群体。然而，跳出群体后，你很可能会被人露骨地轻视。但请不要害怕，这种被轻视的经历恰恰是您获得机会的契机。比如，如果您辞职创业，尤其是从一家知名公司辞职，您的同事会渴望看到您失败，甚至认为您愚蠢，无法理解您的选择。这是因为他们需要拼命维护自己的价值观，否则他们的自我认同将崩溃，甚至失去存在的意义。当您跳出群体，你会发现，真正的朋友和虚假的人脉会显现出来。那些立刻离开您的人，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朋友，而那些愿意陪伴您、支持您的，才是真正的朋友和人脉。此外，孤独还能帮助您找回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。许多励志书都会说，全力以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就会成功。这句话是正确的，因为唯有在喜欢的事情上取得成功，才会长久。然而，很多人会问，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该怎么找呢？事实上，喜欢的事情并不是去寻找，而是去回忆。从童年到20岁之间，您曾经热衷于什么？有没有因为某件事被别人称赞过？关键在于，不管多忙，一定要确保有独处的时间和空间，努力去回忆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。因为您与热爱的事物相遇的时刻，必定是在您独处之时。独处时，您可能会回忆起一些让人懊悔的过去，您可能会感到羞愧或愤怒，问自己，为什么我曾做出那样愚蠢的选择？但这些悔恨的过去，将成为您实现梦想的最佳能量源泉。作者也曾在夜深人静独自写作时，回忆起种种令人懊悔的往事。但对作者来说，这种羞耻与愤怒，是再多金钱也无法买到的宝贵动力。它会让您充满干劲，让您精神振奋。成大事的人，内心必定充满饥渴感，而这种饥渴感，就是强烈的上进心。而孤独的人，能够无限获得这种动力。因此，如果您觉得自己缺乏上进心，不妨尝试让自己变得孤独一些吧。然而，当我们与群体待在一起时，往往会过于沉浸在与伙伴的交流中，结果导致行动的能量和进取心逐渐丧失。因此，请务必尝试离开群体，确保自己拥有独处的时间和空间，回忆起那些曾让你感到不甘的时刻，从而激发出更强的进取心。此外，孤独还能带来一个巨大的优势，
那就是让自己的课题变得清晰可见。事实上，无论在哪个领域，能够取得卓越成就的人，往往都偏爱孤独。那么，为什么顶尖人物会偏爱孤独呢？原因正是孤独能够让自己的问题和弱点变得清晰可见。与群体共处时，我们常常可以掩盖自己的弱点，从而不自觉地高估自己的能力。由于我们依赖公司的名义，与大家一起工作，便很容易误以为自己是一个能力出众、优秀的人。但其实我们并未真正看到自身存在的问题。例如，作者曾在咨询公司工作时，遇到过许多从知名大型企业跳槽过来的人。尽管他们具备出色的英文能力和光鲜亮丽的履历，但令人意外的是，他们在咨询公司的小规模、高透明度的环境下，表现得极其无能。在大型企业中，他们作为公司庞大体系中的一颗齿轮，或许表现得很出色，但在需要依靠个人能力独立完成工作的咨询公司中，他们的不足立刻暴露无遗。当你与大量的人共事，或只是负责公司中一小部分工作时，你会误以为一切的成果都来自于自己的努力。然而，只有当您脱离群体，独自承担所有任务时，您才会真正意识到，原来我在这些方面做得不够好，我还缺乏这些技能。群体生活使得我们可以掩盖自己的不足，而离开群体，独自面对挑战时，这些弱点便会逐渐浮现出来。这不仅限于工作领域，现今你可能在生活中与许多人交往，在周围人的帮助下习惯了群体生活，这使得您难以发现自己的课题。因此，如果您真的想要改变自己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脱离群体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您才能正视真实的自己和自己的实力。甚至可以说，您不得不直面它。当您直面自身的不足时，您会清楚地知道自己欠缺什么，存在哪些问题，从而更好地理解自己。一旦明确了自身的课题，您可以专注解决这些问题，或者避开自己不擅长的领域，进而让生活变得更加顺利。无论是为了取得成就，还是过上更令人满意的人生，认识自己都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。而这项任务，唯有在孤独的空间里才能完成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